时光散下来。大家好，欢迎来到说是谈。大家都知道，蛇年有2个春，而且火的能量特别强，整体的气温呢比往年要偏高，就导致很多植物提前的开花了。这些都源于太阳风暴活动的频繁跟活跃。就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北京天坛公园里的这个好多的圆柏，好多都是上百年的树了。枯木逢春再开花呢，本来是一件好事儿，但由于这次花粉呢过于浓烈，导致差不多整个半个北京城的人都爆发了这种鼻炎啊、咽炎的这种过敏现象。多亏后来从北边刮来了大风，这个圆柏这个花粉过去了，但是现在呢又来了这个杨絮跟柳絮的这个毛，让人特别难受。我自己呢就是深受其害，每年都在这几天连打喷嚏，然后眼睛呢也特别痒痒，大脑严重缺氧，懵懵的一个状态。那其实这个过敏呢，早在古埃及时代人类就有记载了。当时古埃及第一王朝的这个法老美尼斯是由于被大黄蜂蛰了以后，导致了这种过敏性休克的死亡。中国的淮南子也记载，这个神农在尝百草的时候，曾经发生过这种起皮疹啊或者眩晕的这种过敏现象。那在近现代呢，大概200年前，也就是1825年，有一位英国的医生约翰波斯托克，他呢在夏天呢得了一种怪病，就有点像现代的过敏性鼻炎。他呢在当时发表了一篇论文，把这个病叫夏季黏膜症。由于当时的科学技术呢，他也没有发现这个病因到底是什么。但是有意思的是呢，他呢在全英国做这种调查，发现了24位跟他有一样的这种病症的患者。这24位呢，全都来自于上层社会，有的甚至是贵族。接下来的半个多世纪呢，这个过敏现象就从英国到整个欧洲蔓延开来。法国跟德国的医生呢，是发现在这个夏天，农民收这个枯草的时候会产生这种现象。欧洲这些国家的人呢，就把这个叫枯草热。直到20世纪初，枯草热在欧洲大地可以说成为了一种夏季普遍高发的疾病，并且呢，已经蔓延到了如日中天的美国。那这会儿呢，美国呢就带头组建了这么一个枯草热病友会。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枯草热病友会的成员呢，大都是这种政府官员、律师啊、法官、商人，有很多这种想要结交上层社会、通过社交来改变命运的人呢，挤破了头都想加入这个病友会。其中呢，被美国林肯政府派去欧洲的一名叫亨利·毕彻的这个特使，他就打趣地说道：“我很遗憾得了这个枯草热。我可能这辈子呢都无法痊愈了，但是目前来看呢，我也并不想马上痊愈。”直到1913年，一位叫罗贝尔·查尔斯的法国医生，通过对水母的触须的提取物的研究，才彻底解释并第一次提出了这个过敏现象这个词。他也在那一年因为对过敏现象的研究，获得了当年的诺贝尔医学奖。那根据世卫组织的统计呢，现在全球大概有30%的人都会有这种过敏现象。只有20%的人能找到这个过敏源，还有10%的人根本就发现不了它的过敏源到底是什么。在数百年人类跟过敏对抗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发现这个发达国家的过敏率呢要远高于这个发展中国家。就比如说中国的过敏率其实跟西方来比是非常低的。外国人平时吃饭呢很多都是过敏的，什么花生不能吃，牛奶不能喝，但中国人呢相对来说好像就没那么多事儿。那有一种假说呢，就是说在这种工业化发达程度比较高的国家里呢，卫生条件呢也是急剧的提高。人们在亿万年的这个进化过程中呢，对这些病毒细菌呢，慢慢的已经适应了它的一个整体的环境，内部的菌群呢也基本是一个平衡的状态了。日常生活中用一些消毒剂啊等这些清洁用品，就已经清理跟消灭了很多这种病毒跟细菌，从而呢就导致人体这个免疫系统呢无事可做，就会自己呢找一些可能对身体没有危害的外来物质去进行一个免疫的过度反应了。那这个理论听上去好像没那么的科学啊，但事实上呢也确实是这样。我们小时候天天的雾霾或者沙尘暴也没那么娇贵，为什么就现在生活水平好了，好多小孩啊还有成年人都或多或少有这种过敏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现象发生。我有一个去德国留学的朋友，就是本来在中国呢吃什么呢都挺好的，结果到那以后吃所有水果都过敏，他大概花了得有4-5年的时间才慢慢的适应过来。
其实过敏现象呢，在科学界呢，并没有完全的能够解释它的机理，或者说人类的这个免疫机制呢是非常复杂的一个系统。那这个过敏呢，一个是我自己深有体会，每年都会被它折磨。另外呢，它就让我想到了在大学的时候学传播学课程的时候，有一个理论，现代社会流行的一些文化现象，都是由多少年前这个底层社会慢慢的演变，变成现在大家喜闻乐见的流行文化。就比如美国这个3大黑人文化，说唱、街舞，还有这滑板，这个都是流行在这比较穷困的街区，上不起学啊，甚至是街头小混混玩的。现在年轻人呢就很喜欢这个说唱，包括这个街舞跟滑板也都成了奥运会的项目。其实在中国也是一样，比如说北京这个最有名的卤煮啊、爆肚，这当时呢，其实在多少年前都是人那个吃不上这个猪肉，只能吃这个猪下水，就是一个底层人没办法的。或者说这个豆汁儿也是，它是这个都发酵过了，是吧？都闻上都那味儿了。结果慢慢的现在变成了带有文化标签的这么一个属性的吃的。那说到咱们今天的这个话题，这个过敏，就似乎是反过来的，是从上往下传播的。大家发现没有？其实除了过敏现象越来越多，尤其在小孩里，很多这种越有钱越容易出现这种奇怪的科学还无法去解决的身体啊或者精神上的问题。最近呢，我们这个同学聚会，我才发现好多这种家庭里的孩子过敏啊、哮喘啊，这都是相对普遍的一个现象了。那很多孩子呢都有这种多动或者自闭的这个倾向，因为两口子呢也是智商非常高，好多都是名校毕业的，家里的生活水平呢也基本是能够得上一个中产的水平。星象学里有没有什么答案呢？这个又要说到这个12星座里的双鱼座了。双鱼座呢是12宫的最后一宫，它的守护星呢是海王星。海王星这个能量呢是非常复杂的，它涉及到呢很多业力的这方面的东西，它既代表人体的这个脚，又代表人体的头。那用科学的语境来说的话呢，就是代表人体的免疫系统。所以一个人如果出现过敏，或者说有一些免疫系统的问题的时候呢，他的盘里这个海王星也会有很多复杂的这种相位。我还是先拿我自己举例啊，我个人呢本身就是双鱼座，而且我的海王星呢有3个相位。好处是呢，可能我小时候有一些艺术方面的天赋吧，比如说音乐呀、绘画呀、写作呀，然后想象力、创意性呢也比较丰富，而且从小就感觉对这种古老发生在久远的神话啊，或者一些什么考古啊非常感兴趣。就是小时候那会儿也没有什么娱乐项目，小时候这个零花钱，有的人可能买零食啊，或者买一些玩具啊，我那会儿就买了好多稀奇古怪的这个就旧货，老的紫砂壶什么的。就有一个说法嘛，就双鱼座里边住着一个老的灵魂。那我觉得海王星的相位对于我自己来说可能是弊大于利的，因为它会影响你，就是时常会处于一种迷茫或者分不清现实与梦境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平常每天都会做梦，就是我的梦呢各种各样丰富多彩的这个梦，然后而且好多呢还都能记得，而且从小呢就有一种不知道自己是谁或者就来到这儿是干什么的这么一个状态。包括走入社会工作以后呢，双鱼座也容易被忽视或者被骗，因为他有时候没有这个边界感嘛，容易在一些社会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法则嘛。好的方面可能我觉得还有一部分是同理心比较强，可能会交到一些各种各样鱼龙混杂的这种朋友。不好的就是这种同理心过强、过于敏感的时候，你会造成很大的内耗，而且这种情绪上的内耗呢是别人也看不出来的。很多双鱼座会被贴上这种公主病啊，或者这种受害的为什么总是我的这种标签啊，觉得他们很矫情。就是有可能双鱼座吸收了一些团体，吸收了别人这种负向的能量，因为水象星座嘛，有这个疗愈的能量。海王星呢带给我的这个迷幻的这个色彩呢，至少它是一个暗线，就影响了我的工作生活各个方面。我在有一段时间做这个杂志编辑的时候呢，就正好能接触到各种各样的这种奇能异事的这个还有这个，我都到过他们的那些庙宇啊，或者他们的所在地，身体力行的去做过实修、实践、考察。10多年前两岸关系非常好的时候，好多台湾的这种他们的这个相对文化更接受海外的信息更多，然后呢会有那边的这种教这个身心灵这方面的课程的人来办课，我也参加过各种各样的课。总之这个隐隐的都在进行这方面的一个修习跟研究。
那时至今日呢，其实我是想说，这个海王星呢，大海的这种感觉里啊，真的是非常庞大而且复杂，那里边可能有这种就是双鱼嘛，其实就是这个图。双鱼本身就是这个，他自己可能没有体验，但是双鱼就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个里边呢，又是由无数的这种虚无所构成的。通灵、萨满或者出马什么的，他们都是有很强的这个海王能量的。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个海王星的能量就像这个淤泥里边说，可以聚集了很多的细菌跟污秽，但同时如果你深入进去，你就会发现它是所有能量的根源。莲花呢，又能汲取这个根源，长出这个圣洁的莲花。但是这个过程是相当的痛苦的。你看我现在在镜头面前是这样生龙活虎，或者说可以正常的交流的，但是我也有这个情绪的低落，或者说抑郁的这个阶段。这个其实也是一个自然规律，每个人都有情绪的起伏跟波澜。那时至今日呢，我是找到了星象的这条路，给了我一个既能连接那个虚无，又能跟逻辑或者说跟现实生活来解释的清的这么一个理论。它可以说是这个科学跟玄学之间的一个纽带，所以我常说，其实星象学它不是一个封建迷信，或者说它根本就不是算命。好多人有可能是被这个传统对于算命的观念啊所洗脑了，或者说他先入为主了。这个就像说爱因斯坦发现这个能量方程，有的人就拿这个去做原子弹，运用到杀害屠戮的战争中了，那有的人就可以利用它来发电，来造福民众。所谓百病成医吧，很多精神上的这种痛苦或者问题，我自己是经历过，或者说我一直在经历的，我一直在千方百计的寻找这种良药良方。所以当我拿到一个盘的时候，我真的会跟它进行一个链接，我才能感同身受的去给你一个我时至今日的一个解决方案。在北京呢，有一个自闭儿童的这个民间组织叫星星雨，我10多年前在它创立的时候，我就去采访过，写过它关于这个星星雨的报道。可能你今天觉得一个自怨自艾、无病呻吟、抑郁亚健康的状态是一个有问题的，是一个少数族群，但是在多年后你就会发现，这会成为一个常态。在之前讲的那个故事里，过敏在当时就20几个人。当然我们期待未来的这个基因重组技术能够解决大部分人类的这种疾患问题，但是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因为只有当它变成主流的时候，这个问题才会被社会重视，我的这个视频才不会被封杀，这个时候也会得到更多人的包容和理解，甚至是得到治愈。那最后我想替这些长期处于亚健康或者亚抑郁的这种状态的人说一句话，你们可能现在是一个少数族群，承受这种心理压力或者这种难受的状态，别人是无法理解和感受的，现在只能被人理解成你是内耗，你应该更多的去开放，跟人去社交。但是为什么每年的这个自嘎率还在持续的上升，或者说青少年越来越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其实你要知道，只有拥有这种丰富的情绪跟感官体验的人才会内耗。你的内耗不是无缘无故的，你链接了更多的这种能量，只是在这种快速暴力发展的这种充满戾气的社会，没有一点慈悲跟爱的空间给予到你。就好比你听到一首歌，或者看到一个美丽的诗句，那这些创作者本身呢，可能是经历了一个小的事情，但是由于他情绪上的过敏，他会把这种情绪通过音符和语言表达出来，让你呢也能感同身受的产生一个共鸣。这个就是音乐或者说艺术的一个魅力。同时呢，你要知道这些对情绪非常敏感的人，他在日常的这种生活中也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日常生活中可能不需要这么多情绪，而他一点点他就过敏，就让他产生了这种创作的冲动了。这个人还好有这个创作能够给他一个出口，那如果这个人没有这个方向，这个所有能量都会积压起来，这就会产生很多心理上的问题。所以可能又在有的人看来，我也没怎么说你，没给你什么压力，你怎么就情绪那么激动呢？有的时候坐地铁，就是迎面走来的人，我都能闻到他们身上不同的味道。这个可能不是说嗅觉的闻，是过来的每个人带着那个信息的压力，我不知道怎么形容，但是会非常的复杂。如果你此时不去听一些歌，或者说不转移你的注意力的话，会是非常强大的一股压力。所以这个祖国医学里也讲这个望闻问切，望闻
都排在前2个，就是真正厉害的，可能离个多少米的距离，先看一下这人体貌特征，然后近距离确实能够闻到他身上某种味道，这基本就判断了70%-80%了。所以这个就是海王星带给你过敏的一个超能力。